子集团现在正式的落网了，但是这不是终点，竟然成为了美中司法战正式的一个斗争开打。等一下要来看到说中国大陆现在扣到人了，也就是这一位，等一下我们会来带大家关心的陈志。那美国则是扣到钱，柬埔寨这一时候要选哪一边站呢？北京会不会全面收网？今天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好，这位是这个已经被逮捕的柬埔寨跨国的诈骗太子集团的幕后黑手，柬埔寨自己公布的，他们已经逮捕的3位的中国籍人士，除了我们很熟悉的陈志之外，还包括了另外2位徐吉良等人，将他们引渡回了中国。这一项行动呢，其实是在中国当局的请求之下所进行的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行动。那美国司法部是这样说的呢，他说太子集团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是主导柬埔寨多个园区非常之恶劣，长期在这边非法获利，高达了数十亿美元。节目一开始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包括说现在美中也在争说，陈志现在是被送回了中国，代表中国在这一场美中的诈骗里面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吗？那其实习近平之前对于陈志这件案子一直是按兵不动，被解读是在默默布线，要一网打尽吗？中国大陆对于这些在海外的诈骗集团去诈骗中国的公民啊，他们是零容忍啊。我们也看到泰柬边界的这些诈骗园区不断的被攻击，我们也看到在柬埔寨啊，或者是在缅甸的这些诈骗集团被中国大陆逮捕啊。尤其是你看那些上万人啊，全部都移到中国大陆去，他的首脑都已经被处死刑了啊。所以中国大陆对这些诈骗犯，他们是深恶痛绝，而且是根据他们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他们根据你所造成的伤害来做量刑的标准，而不是以你诈骗本身。我们是以根据诈骗本身。那我们认为诈骗犯是轻刑犯，所以在台湾都是轻罪甚至微罪，然后很多的时候就是就训诫完或者是登记完以后就放走了。前段时间很有名的就是我们在肯亚大陆那边抓了很多诈骗犯，送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在机场就把他们放走了。这个对于台湾的受害者来说，对大陆人来讲，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那大陆的量刑，我们刚刚强调了，它是根据你的伤害，例如说，假设即使你诈骗了2万块，而这个人因为他是穷学生，然后他靠的这个，然后家里贷款，然后你被你诈骗以后，他想不开跳楼自杀，或者我们不能做这个事啊，而是说他有一些轻生的事，那他就根据你是间接的杀人事件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做量刑的标准。好，我们来看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他诈骗的金额非常庞大，在美国公布之前的时候，那时候的比特币虚拟货币是142亿，现在因为有在下跌嘛，所以才估计是减少为110亿左右，但是以枚来说是12万枚多。好，这个钱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跟美国人说，这个钱你是我们的，不是你的。所以这个部分中美之间还有的谈判，我想这是会用谈判的方法来去进行有关于这笔钱这赃款是还给多少比例还给中国，多少比例在哪一些国家，我想这个是会谈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大陆，我们刚强调对这个东西是零容忍的话，那当然会布线。以目前大陆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美国的影响力，所以这些诈骗犯当然一定会移送回中国大陆，而绝大部分移送回中国大陆的这些手模，他们大部分我想都会被处死刑。他们基本上没有活路。如果他们在美国还可能不会，因为美国不见得会处死刑，但是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基本上他们没有活路。他们更害怕的是被移送回中国大陆。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绝大部分都送回中国大陆。是好，卢赖老师特别帮我们讲到，就是太子集团它这个涉诈的金额，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现在是被美国拿走了。那中国它手上握有陈志而已，那中国也同样指控美国用骇客入侵的方式把这些比特币都给扣押走了，所以这个赃款的流向好像也被视为是一个美中之间现在这一座司法战的一个角力。委员怎么看？会有司法战，不会，因为美国是根据这个陈志使用的是
美国的加密货币系统，所以美国自己的加密货币系统就属于它可以没收的范围，它如果是用了中国的加密货币系统，那因为中国目前并没有合法的加密货币系统，所以中国现在要用什么方式去没收这些东西还不清楚，可能也没收也有困难。那因为这些表面上是区块链，但是区块链就是可以追踪。那区块链可不可以解密？也可以解密，因为美国财政部有一组人专门做这个事。现在几乎90%以上的这些加密货币都是在美国的网络上或美国的网站上面，所以美国财政部可以没收，这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呢，政府当然没有办法出面，因为跟中国的这个犯罪所得，但是中国可以有代表中国受害者出面跟美国要这笔钱。那这个就不是国家出面，是受害者出面，也就是国家要去帮受害者说哪些受害者是被陈志这个集团所骗，总金额多少，那只要在这一笔钱的范围里面100%可以收到，那换句话说，他的钱只能直接汇到受害者的账户，受害者的这个整理的程序可能是下一次中国方面的要努力的地方，因为这个犯罪地点只要他网络上就算，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只要有受害者，这笔钱美国财政部依他们自己的法律就一定要退还给你，是一定要退还给你所以这个受害者要把受害证据，包括你在公安部这个报案的记录啦等等，还有受损的金额，那跟陈志的案子有什么关系？赶快把它整理好。那这个可能中国政府要去帮那个受害者整理，是用受害者的名义出面申请返还。好，这整起案件，中国大陆还在努力当中，看看能不能把赃款给争取回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谈到说柬埔寨的诈骗，当时轰动一时，就2024年当时的这个网红啦，晚安小鸡，他其实原本是台湾的网红，那他自导自演说他自己在柬埔寨呢遭到绑架，那当然后来就被柬埔寨的警方给逮捕了。他说他煽动制造社会动乱，所以判了2年，他也被关到现在，已经快要出来了。现在在讨论的事情是他出狱之后会不会不是被遣返回台湾，而是到中国大陆呢？这个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他犯的罪是柬埔寨当地的法律的罪就是所谓的这煽动制造社会这个混乱罪是他煽动哪个社会？是柬埔寨自己的社会。那你说他犯这个罪有没有受害者？其实他没有受害者了这唯一一个受害者就是他自己。那是不是诈骗我觉得也是诈骗他演一场诈骗，然后受害者因为太蠢了，所以笑出来。太扯了，真是。但是我们台湾外交部这时候也依据跟柬埔寨提出，我们要依据国籍管辖法要将这个人，希望柬埔寨能够遣返我们台湾。但我觉得我们台湾外交部你在说什么？真的是4、5、6。你认为柬埔寨你提出一个国籍法，但是问题是柬埔寨就不承认你是台湾是一个国家，他不但不承认你台湾是一个国家，他在前2天还特别强调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对？然后而且他是跟中国是所谓剪铁，是跟中国邦交最好的。你越是提国际法，越是触犯了柬埔寨他愿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讲这些话，只是演给台湾老百姓自己看了，代表说我们要伸张台湾的主权，但事实上是柬埔寨是不可能将这2个人，还有一个叫安劳送回台湾来，是不可能的。那我认为送回大陆去的可能性是很高，因为如果说按照国际法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中国籍嘛那当然送回大陆去。但是我认为后续来讲，中国还是把他送回来，因为我刚刚讲，大陆中国老百姓没有人被骗受害，所以中国可能也没有什么法律来起诉没有受害者，也没办法起诉这2个人，将他们定罪入法。所以很可能到最后结果就是送回大陆去，然后大陆这个他们方面再借着相关小。